今天终于是迎来了一个好天气，不下雨，不阴天，空气也不潮湿了，刮着风吹在身上，非常的舒服。我趁着这个时间把糯玉米都给它摘回去。本来是应该早一点摘的，一是因为特别忙也没顾上，第二就是因为老是阴天下雨也没法摘，结果导致好多玉米都损失掉了。看看这些都是浣熊给扒下来扔在地上了。这些浣熊啊，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鼠类，都是特别的讨厌。早期这玉米穗刚刚形成的时候，它们就过来试探，然后尝一尝这些玉米有没有鼓起来。如果没鼓起来呢，就稍微破坏一下，等过一阵子再回来。一旦这些玉米粒鼓起来，变甜有淀粉了，那就开始大肆的食用了。看这地上，这边都是它们吃过的痕迹，还有这些。我感觉我如果再不收的话呢，这些玉米可能就都便宜他们了。看早期的这种都已经发霉干掉了，可见他们吃我这些玉米吃了多久了。我大概粗略的数了一下，大概看了看，估计多一半吧，感觉都被他们破坏了。除了浣熊鼠类呢，有的时候鹿也会跳进来，不光是吃我这些玉米，还把我旁边的这些樱桃树呀也都给啃了。很多被拽倒的玉米杆子，大概率就是鹿破坏的。像这种樱桃树，看看这些尖儿，都是被它们给剃掉的。我感觉这些玉米呢，离菜园门近的那个地方，那些玉米穗还稍微的多一点。像这一面离菜园门稍微远一点了，感觉很多的玉米穗都没了。这应该是我们人很少过来吧，他们可能更猖狂一些。看这些倒掉的。那边地上，这都是被吃过的。上边呢，这儿还有一些，这也都被吃了。看像这种呢，上面大个的那个已经被吃掉了，这也没了。这些呢，就剩小不点儿了。我先从这个地方摘起吧，把那边摘过去。这样的话，等会儿我可能能把这片玉米给它弄倒。不种菜的时候呢，往往都会觉得这些野生动物啊，包括鹿啊、浣熊啊，还有松鼠，看着都挺可爱的。一旦开始种菜，就特别的讨厌它们，因为实在是太可恶了，这破坏力呀，真是太强了。看刚才这么一大片，也就摘了不到10个玉米穗，我现在先都扔在地上。哎呀，这儿还有一个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些没有玉米的玉米秧子，我先给它踩倒了吧。这样的话，待会儿割草机过来的时候也方便一点。我的割草机呢，因为老是去撞这些玉米地，每年都这样，结果前边呢都有点撞坏了。这一片都被我给踩倒了。这踩倒了呢，有一个明显的好处，就是我第2批的玉米，看看就是这一边，这样的话就能见到充足的阳光了。后边呢，玉米穗形成还有生长。应该是会更快一些了。看这旁边呀，长出了好多的草。我原本是想拿手持的割草机割一下的，这也太高了。等下呢，把这片玉米都放倒之后，割草机就从这旁边过一下，贴着这玉米的边缘地方，就把这些草都给它割掉了。这家里边种玉米啊，如果种的稍微多一点，没有机器的话，还是挺麻烦的，是费一点时间，特别是除草的这种工作。我一般呢，在大批量种植这些玉米的时候，会提前把土地给它翻整好。翻整好之后呢，会撒一些10%那种颗粒肥，撒过之后，再用翻地的机器把肥和土稍微的混合一下，之后就可以手工的搂沟，然后把玉米种子撒进去，撒进去之后盖上土，这样的话就等着雨水了。后边基本上是不太管它的。当然了，我一般会赶在天气预报后边有下雨的时候，提前给它播种，这样的话就不用浇播种后的水了。哎呀，继续摘。其实呢，好多这些玉米啊，长得都是稍微有点老了，像这种，可能煮着吃呢就不是特别好了，烤着吃应该是正合适。但是继续给踩倒。看这些倒在地上的这些玉米穗子，根本就没法幸免。这种很有可能是被老鼠给吃掉的。
像这种大面积种植、低维护的这些糯玉米或者甜玉米也大概类似，一株上边呢其实是可以结2个玉米穗的。像甜玉米，有的时候肥力要是够的话，可能结3个也能结出不错的。刚才聊到这种大面积种植的玉米，我一般会等它长到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吧，给它做一次中耕除草工作。如果做了那些工作呢，就看不到现在这么多的杂草长出来了。这一批我第2批的这种玉米呢是没做这个工作，所以就能看到好多的草。这样中间的那些草呢，可能被这些玉米遮住，也不会长太高了。但是两边的草一定要给它除掉，不然的话，照着阳光还是能长很高的。像我这第1批的玉米是做了中耕除草的，这中间呢几乎就没有草了。其实这里边一个关键就是让玉米快速的长大，玉米长大了，那些草自然就被抑制住阳光，就生长得非常缓慢，到最后就没有了。接着摘。今年种的这一批呢是甜糯玉米，这些玉米跟往年种的那些紫玉米还有普通的糯玉米比起来呢，我感觉它生长的时间要长了不少，大概有80来天了吧，我们才开始掰玉米吃。而我往年种的那些糯玉米呢，应该是不到80天就可以开始吃玉米穗子了。我今年还是按照去年的经验种的第2批的糯玉米，就是想在秋天天气冷之前把它收下来储存起来。但是按照之前这批糯玉米长熟的时间呢，感觉可能是稍稍有点晚了。我就担心后边天气凉了，这些玉米即便长穗了，也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膨大起来了。明年呢，还是稍微的早一点吧，一切都是宜早不宜晚。不过每年都是这样想，到最后呢，都是因为不是忙这个就是忙那个，耽误了1、2周，很可能这个时间就给耽误了。种菜呢，尤其是种这些玉米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，但是往往对时间的把握还是有一点点要求的。像我这地方呢，早春的时候第1批的糯玉米，那最好是在4月底的时候就给它种下去，这样的话能早早的就收获玉米了。而第2批呢，可能在7月初吧，时间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太晚了，后边天气就凉了，这玉米穗子就不容易膨大了。这玉米穗的形成还有玉米粒的膨大，对温度还是有要求的。也就是说，玉米在包浆或者说淀粉形成的过程中是需要比较高的气温的。这也是说，我们早春种第1批的时候，其实倒无所谓吧，因为肯定能赶到夏天到达它的包浆期。但是第2批的时候呢，还是早一点，这样的话不至于后边到了秋天气温降下来，没有办法很好的包浆了。看看这一大片被偷吃掉的玉米，看这玉米粒儿都非常的饱满了，这是被啃掉的，剩下的估计过一阵儿也是被老鼠会被啃光的。这前边看看，这全都是，真是浪费的，被偷掉的比我摘下来还多。这些玉米我都是随着摘就随着给它放倒了，干脆我一鼓作气把后边的这些玉米也都给它摘完吧。菜园里边的臭屁虫啊是特别的多，玉米上爬的到处都是。而且这些虫子呢，你拿它还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冬天的时候还会往屋里边爬，只要有缝隙就会钻到屋里边去过冬取暖。哦，这儿又发现了一片，看看被糟蹋的玉米。哎呦，这基本上玉米只要一倒下来，就肯定保不住了。哦，这儿发现了一个，这是玉米上边长的这种真菌吧？这种我记得还是小的时候就看见过。看看一大块，看这后边呢，这一大片，看着玉米杆子还挺多。但是上边玉米基本上都没了，这是仅存这种小玉米，这应该是第2个或者是第3个那种没有长成的，这种不要它了。再找找，都没有了。这儿有一个，这应该是已经长老了。
这些倒下的就更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这一片呀，全都被吃了。看看这地上，全是这种玉米糊，这还有被啃得干干净净的好几根。如果明年不弄电网的话呢，这玉米啊，还有各种谷物，可能真的是不能种了，先暂停了1、2年，不然的话被这些浣熊盯上了，它们老是过来。像我外边的这菜园的篱笆，其实已经围得挺高了。我其实呢，还是可以把这些篱笆加得更高，但是不管加多高呢，也就是对鹿会有比较明显的作用，对浣熊来说呢，也是毫无作用。因为像浣熊这种呢，它是可以爬房子、爬烟囱的，这种网啊，根本不可能挡得住它。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把电网给它装起来。不过我这菜园实在是太大了，要装电网的话，也是需要围很大的一圈的，有难度，而且成本也挺高的。这真是整个收获的过程，越摘越生气呀！这一大片就没摘下几根，本来还想着，哎呀。这个也是被咬开了，然后这地方是被虫子给吃了，应该也有老鼠啃的痕迹。本来还是想着这些玉米能摘满满一车呢，结果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多少。我在想呢，这些动物对我今年的这些糯玉米这么趋之若鹜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今年种的是这种甜糯玉米，它的甜度是比较高，比较好吃，所以对这些虫子还有对浣熊、鹿的吸引力，要比普通的甜度稍微差点的糯玉米要高多了。我要不然，如果明年还想种糯玉米的话，我再想想是不是种点甜度没那么高的糯玉米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。我今年也是种了甜玉米的，那些甜玉米比这些甜糯玉米的下场更惨。一旦开始成熟，那些浣熊还有鹿啊，就疯狂的过来吃。我之前是收了一批很不错的甜玉米，后边再想收的时候呢，就没有了，仅剩的一些也都是被咬坏的那种，没法吃了。我其实一直有一点疑惑，像我这菜园呢，它外边是大面积的这种玉米地，它是一年种玉米，一年种毛豆的，就是漫山遍野都是。那些鹿呢，还有浣熊呢，按说应该有足够的吃的了，因为到处都是玉米嘛。如果是毛豆的时候，就到处都是毛豆。但奇怪的就是，只要我一种玉米，不管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，它们就都来我这儿吃。我种毛豆也是啊，像是种了毛豆呢，那些兔子就都来了。你说外边大面积的那种毛豆秧，它就是不吃，就专门爱吃我种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边的那些玉米地或者是毛豆地，他们在种植的时候，先是打了除草剂，后边呢那些玉米毛豆啊都是裹着药种出来的。也许是不是这些药啊对这些动物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？所以说这有机种植和家庭的传统种植模式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你像防虫啊、防杂草呀，或者防这些动物啊都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，又不用农药，这种子呢又不是处理过的。感觉这些动物和昆虫啊都比我们人还要敏感，它知道你这是有机种植或者是很好的这种种植，都过来吃。而那些用了药、用了除草剂的呢，他们只要有好的就不吃那些不好的了。我去把车拉过来，把刚才摘的玉米穗捡起来，看看能收多少吧。车已经拿过来了，估计这次可能一半都装不了了。哎呀，捡起来！哎呀，真的是没有多少了。这种被老鼠啃的，扔到那边给鸡吃。哎呀，太少了，希望第二批的玉米能长起来吧，这样的话还能弥补一下。哎，哎呀，这没踩倒玉米杆子，拉不动了。哇，不往过拉了，一会儿还是开割草机过来吧。用手捡一捡，后边反正也没多少。哎呀，就这么多了，看着真是有点可怜。哎呀，拉回去。
就剩这么多了，真是少得可怜呐！开始以为可能有一半或多一半都被浣熊鹿给吃了，现在看看呢，应该是绝大部分，可能80%都被它们吃了。否则按照正常来讲，这一片怎么也能装满满的一车，而且要堆起来，要堆出尖儿的。这会儿呢，家里这些韭菜花又到盛开的时候了。这些摘来做韭花酱已经有点老了，只能做香菇韭花辣椒酱了。但是香菇韭花辣椒酱呢，比做韭菜花酱要麻烦一些，尤其是得去农场去买一些新鲜的香菇回来。我们前一阵子为了将来能收这些玉米，还专门去又买了一个车库用的冷冻柜。现在看来这冷冻柜也用不上了，也许只能用到明年了。家里本来有一个小的冰柜，那个小的呢，是因为早期的时候装那些西红柿呀、豆角啊，冷冻的这些都已经装得满满的了。真是没想到这野生动物给我搞掉这么多。路过这西瓜甜瓜地，发现这儿还有一个甜瓜，看看还是好的。如果今天再不摘的话，可能明天就不好了。这儿有点开裂了，很快虫子啊、蚂蚁啊就都来了。这个应该还没有完全的熟透，摘回去大概在常温下放上1-2天就好吃了。这是 Costco 买的这个新的冰柜，在想没有那么多糯玉米可以冻了，冻点什么呢？说是适合在车库使用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吧。这里边冻了2瓶水，这还是不错。看看我把温度稍微调低一点点吧。现在丽丽在前院割草呢，割草机被她占用着。我等会儿等她把草割完了，我再开上割草机去把那片玉米地给她整理出来。小朋友们啊，都在外边无忧无虑的玩，童年的时光是真好啊。这边昨天又摘了几个丝瓜，这个是苹果丝瓜，这个是白玉丝瓜。现在还挺喜欢吃丝瓜蛋花汤的。这种呢，大概够我们吃2-3顿吧。这种青玉米对割草机的损伤还是挺大的。如果要不是为了第2批这些玉米能见到阳光的话，我是不会这个时候用割草机给它割倒的。应该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些玉米杆子都干了。然后在风吹日晒雨淋的这种侵蚀下，自己就会倒或者是歪掉。到时候拿割草机来轻轻的走过一圈就行了。刚才是割草机还被中途卡了好几次。像这玉米见到阳光了，这些草呢也见到阳光了，所以还得把这些草也除一除，不然的话它们会跟着玉米一起给长高的。这玉米的另外一侧就只能用手持的割草机来给它割一下了。不过刚刚我看了一下，像这种草，它已经长得特别粗了，手持割草机呢已经不容易给割掉了，所以我拿这种给树剪枝的工具给它剪下来。把这些大的草都剪下来之后，这些小的就可以用手持割草机给割掉了。你看这个粗度，这跟木头差不多了。现在这些草啊，不光是影响玉米的生长了，看上边的种子都快成熟了。如果让这些种子再落下去，明年又是一大片，这草就永无止境除不尽了。所以得给它及时的去除掉。这种野苋菜呀，是菜园里边最可恶的草之一了。打种子的能力特别强，而且它一旦让它长起来，长得特别高大，然后根系也是特别粗，枝干也是特别的硬。看这颗枝干，这旁边还有一颗，看看这就是2大颗，这又来2个，这真的跟小树没有太大的区别了。即便是这种细度的，它也是特别硬，因为我的手持割草机是那种塑料的绳子，基本上打到这上边，打几次那绳子就断了。又到了最后的放松和解压环节了，拿上这手持割草设备，准备割草。
哇，这下看起来舒服多了，也整洁多了。我刚刚钻到这玉米的行之间，把中间的这些草也稍微打了打。这就是当时把玉米种的行间距宽一点的好处，可以拿手持割草机进去了。看这里边都是被打掉的草。天黑了，这一下午啊都在干活。这平常的草地割完一遍就要3到4个小时。然后是割这些边边角角，可能也要1个多小时。再有就是到菜地里边，把这些能用割草机割的也给割一遍，可能又1个小时，加起来就5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了。不过每次割完草呢，心情都特别的舒畅，尤其是看到这干净整齐的菜园，心里就更舒服了。有一个大的院子，大片的草坪，大面积的菜地，再加上几十棵果树，这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维护工作。这和城市的生活真的是千差万别。不过虽然说有做不完的活，但是每天的心情都是相当的舒畅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呢？现在想想，当初10几年前从北京来到这么一个地方，起初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。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了，这也是当初做出的比较正确的决定了。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话，我估计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的。